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查理胖胖，喜欢我记得订阅哦。Hi everyone, I'm Charlie.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吉达是沙特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港口，位于红海沿岸，红海对面则是埃及，沙特的金融和贸易中心，同时也是麦加的重要门户，是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的重要中转站。巴拉德老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的世界文化遗产，始建于公元7世纪。早上来到吉达的巴拉德老城，与现代都市的高楼林立不同，这里满是经历岁月洗礼的珊瑚石建筑、古老清真寺和纵横交错的小巷。巷道里微风轻拂，空气中弥漫着香料、咖啡和旧木的味道。历史与市井烟火气恰到好处的交融，这里同时也在整修，为了打造沙特的2030愿景。建筑最大的特点是珊瑚石建筑，用红海珊瑚岩、石灰岩、花岗岩等为原料建造，房屋外墙布满历史沧桑的痕迹，大窗配有独特的木格拉瓦辛阳台，既能遮挡视线，保障隐私，有利于通风与采光。在没有来到沙特之前，沙特在我心中的印象是最保守的穆斯林国家，只是穆斯林的朝觐圣地而已。沙漠气候干燥高温，没有人会想要来这里旅行。在抵达吉达之后，瞬间就有所改观，也可能是由于靠海的原因，吉达并不太热，7月份的气温在30度左右，城市非常干净，双向有8个车道，在这里开车非常的舒服，但缺点是人行道非常少，如果要去道路对面比较困难。2017年，新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·萨勒曼今年39岁，上台之后对沙特进行非常大的宗教司法改革，女性首次被准许在国内驾驶，女性不需要先征得男性亲属同意才能创业，女性更可以从军，然后大幅度减少伊斯兰教法宗教警察的执法权，让沙特更加世俗化、现代化。所以能看到很多女性不再是全身黑色的罩袍和面纱，也可以看到很多女性司机，以及在很多休息区域也能看到很多女性在一起聊天游玩。离开巴拉德老城，走向对面的40湖公园。公园依湖而建，绿植遍布，环境优美，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现代艺术雕塑。公园内的贾法里清真寺也是城市中建筑地标之一，一座3层结构的宣礼塔，整体以纯白色为主色调，白墙与蓝天、湖水相衬，极为醒目。在穆斯林国家，有非常多中国穆斯林经营的清真餐厅，这里兰州牛肉面非常道地，也给不喜欢阿拉伯菜肴的朋友多一个选择。吃好午餐，休息到傍晚时分，来到拉赫玛清真寺，又称漂浮清真寺，以其独特的建筑设计闻名。开放时间从下午4点开始。清真寺在1985年建成，
是世界上第一座建在水上的清真寺，以白色混凝土基柱承托清真寺结构。刚抵达这里，有好多说着各国语言的游客。走进内部，冷气非常足，地毯和灯饰非常漂亮，装饰有复杂的几何图案和书法艺术，营造庄严肃穆的氛围。在里面休息片刻，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红海海景。2楼可供女性游客参观。出来后可以沿着海边走走，附近有儿童游乐场，会在日落后开放。普通的计程车价格是轿车 App 的2倍，所以推荐大家使用 App 轿车。市中心货币兑换不多，机场附近的 Red Sea Mall 1楼这家汇率不错。阿尔哈姆拉滨海大道沿红海海岸而建，有宽阔的步道、成排的棕榈树、精致的雕塑和喷泉。每天日落后，许多当地人会来聊天休息，傍晚时分最为凉爽。霞光映衬下的红海和喷泉有各类雕塑与装置艺术作品。这里也是观赏世界最高喷泉法赫德国王喷泉的最佳地点，尤其晚上灯光亮起时极具视觉冲击力。1985年向公众开放，喷泉高达312米，远超巴黎埃菲尔铁塔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最高喷泉。水柱喷射速度超过350公里每小时，每秒喷出海水约16吨。夜间有500多盏高强度聚光灯将喷泉照亮，水柱随灯光变换颜色，在夜空中形成极具观赏性的水幕。吉达靠近红海，自然海产非常丰富。阿尔哈姆拉滨海大道附近的 Steady Fish 非常推荐，新鲜的海产都摆放在柜台上，可以任意选择。150沙特里亚尔可以吃到鱼和虾以及各种免费的配菜，物有所值。
晚上在酒店附近的意大利餐厅用餐，室内灯光和音乐营造出一种出色的氛围，服务非常好，食物也非常美味。由于白天炎热，沙特的餐厅都会营业至午夜之后。蒜香橄榄油煎虾和阿根廷青酱，炭烤牛排，精准的调味，非常好吃。